我会用100万作为赌注，在9个月内9万9的启动资金，最终达到100万的资产。我会用我多年累积的餐饮经验，不使用现在的金钱、资源以及人脉，用9万9的资金和一部手机，还有我创业之初挣钱买的第一台车，在9个月的时间，最终达到100万的资产。如果我失败了，我会用这100万分给我的粉丝。 今天就正式开始挑战。无论什么创业，选好赛道是关键。最先需要确认的是选品。做什么了？帮助一下。你在做什么了？我先看一下。素食沙茶汤。刚开业的今天。今天刚开业，我们接下来3天免费。啊，3天免费。哦。然后我们未来是打算在这个商圈打造108家素食小吃店。哦。这是第1家。这一看是大师。让更多人身体健康。对。多吃五谷杂粮东西。 谢谢。商业的角度来讲，还是相对蛮困难的。素食这个品类相对不太好做，包括沙拉这个品类，前2年疯狂了一把。但是这个东西是有点伪人性，因为人其实还是一个杂食动物，特别喜欢荤类的东西。卤味这个品类不错，你看卤味的前3大公司都上市了，绝味啊、周黑鸭呀、黄记煌啊。哪一个是你更中意的呢？我更想自己做一个。 这个店名是不是很酷？破产店，真的破产了。现在社区是什么？有很多这种小店，那这种类似家庭作坊的小店，普遍这种店的经营哈，你没发现就是从装修啊，从门牌啊，然后包括它的卫生，都存在很大的问题。那未来就是一定有主流的一些品牌，就是有文化，对 QHC 就是卫生啊各方面有标准有要求的。 开这种街边的这种小店，未来可能对这种街边小店会是洗牌吧。草本汤它更像于瓦罐店、瓦罐汤那种店的升级版，就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完整，更加的符合现代人。因为瓦罐店赣南那边也有一家，它就像家庭小炒那种感觉，没有做出感觉像品牌的模型，就看过去满街的瓦罐店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但草本汤呢，我觉得它解决了这个问题，等于说相当于瓦罐店的升级版。最近有个词叫内卷，非常火。 餐饮现在的竞争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内卷，但是什么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了。一些大的头部品牌呢，下沉到低价的市场。现在的社区餐饮、夫妻店再不升级，那就是等死。村里的经济是村里的经济，真的是很庞大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群体，对，人流很多，特别是晚上。 因为这边住的很多都是在工厂上班的人，到晚上会非常的热闹。华莱士这家连锁也很牛逼，现在应该1万多家了。从商战的角度来讲，他们属于在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里面做唯一。你看他们起家，我认为农村包围城市吧，在一些城乡结合部，只能开一家西餐的地方开店，然后价格特别便宜，10块钱3个汉堡。城中村最适合就是价格便宜，品类多一点，风味呢当然也要厚重一点点。2个，他拍我没拍你，2个肉粽，然后。 老板生气走掉了，他说不要拍他。我看起来这个面有点煮过了。拆这个1点多才洗，差不多2点才睡觉。那中午就在这边眯一会儿。哎呀，这个来不停的。那很好啊，生意好，这多开心啊！我是工人，你不知道。哦，那1个月给你开多少工资啊5000。5000啊？有休息吗？ 没有，那真的是辛苦了。那正常应该一个月没给你休个4天什么之类的，连1天都没有。然后每天从早到晚。是哦，我说这个上班我是受不了，太累。 2个人换班是要的，对吧？像这种店1天能做多少钱？ 1800多是有。1800多。没有每天的，就说不定有时候客人多，有时候少。那就辛苦了。那你就在这边待1整天，对。我这个脚痛，我昨天本来。 他要去中山医院带我去看嘛，我老公没空，
但是太累，不是脚痛就是想睡觉，不是怎么累。年龄在这里的。好，走了，谢谢。这家店一个人就可以创造营业额。如果要做小店、做夫妻店，我觉得这个模型就蛮好的。还有一个啊，就是你说这种店它的服务怎么可能它会好？因为你看它太累了，老板就给个5000块钱就不管，他每天从早干到晚，1个月连一个休息都没有。你看我们刚才进去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理我，但是我们跟他聊聊天，他会跟你说慢走了。人都是有感情的，有时候不是说不会表达，有时候他只是不想表达，太累了。那是个琴行，辛勤的琴行，很辛苦这个行业。我们现在要去沙坡尾，你看那2个高楼，世贸双子塔，厦门标志性的。沙坡尾那边有个小渔港，附近有很多小资的店铺和店面，我们去看看，看有没有好的位置。做餐饮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？3件事情：选址。那一头因为贴近厦大，那一头人是更多的，这一头呢其实已经是末端了，人会比较少。那这家店你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拍照？因为网红特性嘛。其实网红的特性什么，就选一个比较骚气的颜色吧，大块的这个区域，然后拍照起来会比较好看一些。这条街网红店很多，但是有的不一定能红起来，因为现在的网红千篇一律，也没有说太多的特点，拍着就腻了。我就不过去凑热闹了吧。但是你看这个也是网红特性，你在那边随便拍一张照就可以假装在日本。但是位置不错啊，它这个位置在一个十字路口，转角十字路口，永远就转角的流量是最大的。喂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我看在这个沙坡尾这边你们有个店在转让，对吧？啊，对。这个店大概多大面积啊？差不多有60多平吧。哦，60平，那个租金1个月多少钱呢？现在是2万8，但是要1房3行，你这样，我先观察一下。测了15分钟，146个人，这人流量算很差的。这边大部分的游客都是从外圈走，里圈回。如果从吃饭的角度来讲，还不是吃饭的客群，一路吃一路玩。所有厦门人的情怀一样的，开一个咖啡厅，养一只猫，拿一本书，然后拿把凳子坐在门口，喝一杯咖啡。我觉得这都是幻想。如果对做生意的角度来讲，不适合，放弃。今天就这样吧，走得快中暑了，搞了一天，天气还是蛮热的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去取车。好久没有这么辛苦过了。我也买好了，我等一下去哪里买给你看。今天走了，从早走到天黑，看了好多的品类，对所有的品类大概有概念。那我今天在看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在构思，比如说今天我们去吃中国汉堡的时候，但是马上想到了鸡这个品类，在中国因为肯德基、麦当劳的出现，包括中国人还是蛮喜欢吃鸡的，不然肯德基在中国不会这么厉害。我觉得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还有卤味。卤味我看真的很多卤味，大家有把卤味佐餐的，然后也有卤味做休闲零食的。然后刚才我经过一个卤味店的时候，有个女生就是买一些卤味准备佐餐，听到她还要再去买一些米饭。我买好了，我等一下去哪里买给你看。其实卤味佐餐，我觉得也是个不错的东西，就是特别把那卤味的汁如果撒在米饭上，就像用酱油去浇饭一样的，应该来讲很下饭。所以说今天呢有一些思考，我回去我要整理一下，应该能定出我要做的一个品类。Wake from your sleep, the drying of your tears.
day we escape, we escape. 怎么这么小个里面？这条路不是人蛮多的吗？你干嘛不做啊？出来去10个坪。这个位置摆在这边，随便做随便赚钱的。说实在的，现在12万算什么呢？